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太后的人。他的儿子秦昭襄王即将继位之初，他以太后之位主政，而且在他执政期间，不但歼灭了义渠国，还一举消灭了秦国的西部大患，一路走来为秦国统一天下扫清障碍，连秦始皇嬴政都是他的玄孙。这位传奇人物是谁？难道他比武则天还厉害？更令人感到震惊的是，墓内竟然还有兵马俑看守，里面出土的陪葬品不亚于秦始皇陵，其中就出土了国宝级的青铜器、玉器，还有至今仍然寒光闪闪的兵器。问题来了，我们知道兵马俑首次发现是在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中，这座墓中怎么可能会出现兵马俑呢？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芈月墓之谜。新进来的朋友麻烦长按点赞关注一下，后面的内容更精彩。2004年，在陕西西安的神河源，当地的一位农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了一座豪华古墓。只见这座古墓东西总长135米，南北宽110米，整座古墓的建筑规模相当的惊人，有4条墓道，整个墓葬呈亚字形。按照古代的殡葬制度，只有帝王级别的陵墓才可以建4条墓道。考古专家还在陪葬坑中清理出了6副完整的马骨，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坐的马车是用6匹马拉的。在古代有天子驾6的标准，专家猜测这墓主人一定是天子级别的人物。而且专家还在墓室4面的墙壁上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痕迹，而黄肠题凑是同样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最高葬仪。总之，这座古墓是帝王古墓无疑了。那么除了秦始皇，还有谁能享有这么高规格的墓葬呢？随着对古墓的深入发掘，大量的金器、玉器、铜器被清理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了，墓中竟然出现了一批兵马俑，兵马俑的数量高达上千个。这不禁让我们想到被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。难道兵马俑最先使用的是在这座古墓中？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又和秦始皇有什么关系？就在这个时候，考古专家在墓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了几处铭文。最后经专家考证，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就是秦国秦昭王的母亲宣太后，也就是秦始皇的太奶奶芈月。墓主人的身份确定了，可是这个时候考古专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。在当时的奴隶封建社会中，女人的地位非常的低下，即使生前再尊贵，死后总归要和自己的丈夫合葬在一起。中国的唯一正统女皇帝武则天，即使把持朝政15年之久，死后还是跟唐高宗李治合葬于乾陵。为什么宣太后可以一个人独享天子级别的陵墓呢？为了解开这个疑问，考古专家翻阅了大量的史料，又通过对出土文物的深入研究，就这样辗转反侧研究了好几年，最后宣太后的形象终于呈现在了世人面前。宣太后又名芈月、芈八子，可以说她是中国有史以来草根逆袭的典范。后来的吕后、武则天、慈禧太后和她比起来简直弱爆了，他们的能力远不如芈月。要说比芈月强的一点，就是他们的根基比芈月强。吕后不用说了，是刘邦的宠妻；武则天的父亲是唐朝的开国功臣，自己又是唐太宗皇帝的武才人，后来又有唐高宗这个靠山。慈禧太后呢，她不但出身名门贵族，入宫后慈禧还成为了咸丰皇帝的兰贵人，而芈月呢，她一样都没有。据史料记载，芈月出生于楚国王族，但是她的亲生母亲却是一位身份低贱的小妾，所以她也算不上一位公主，但比宫女强一点。在当时秦国的后宫分8个等级，而芈月却只能排到第5个等级八子，所以当时芈八子的地位并不高，能当上秦国的一位嫔妃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，她一个楚国人，而且还不是公主，怎么会嫁到秦国呢？这还要从芈月14岁那年说起。
当时的楚国为了保自己国家平安，想跟秦国进行政治联姻，但又舍不得嫁真正的公主，所以就把她送去了秦国，嫁给了当时的秦惠文王，成了一位低等嫔妃。虽然她只是个嫔妃，但是她的肚子却很争气。嫁给秦惠文王之后，她一气之下生下了3个大胖小子。在当时的后宫，谁要是能生个儿子，那他就是后宫的霸主。很快，芈月就得到了秦惠文王的宠爱。就这样，芈月成为了秦惠文王的宠妃，和秦惠文王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此时的芈月想的并不是要和秦惠文王这样平凡的过着，而她想的却是要当秦国的王后。也就是从这一天起，她开始变得不平凡了，她要逆袭。也许上天看她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十分愿意帮助她。不久后，秦惠文王就因病驾崩了。因为秦惠文王生前一直十分的宠爱芈月，这也让当时秦国的王后一直很妒忌她。所以当他的嫡长子嬴荡继位后，就听了他母亲的话，把芈月的儿子嬴稷送到了燕国当了人质。然而因为嬴荡从小就很喜欢举重，可以说是一位举重天才。因为在秦国，他几乎把所有能举起来的鼎都举了一遍。得不到满足的他，又跑去周朝去参加举鼎大赛，结果一时失手，大鼎掉落，砸断了自己的腿骨。不久后就气绝人亡了。因为没有了国王，秦国就乱成了一锅粥，必须立即推举新的国王继位。这个时候的芈月变得比谁都开心，因为后宫除了王后，芈月有儿子，其他的妃子都没有儿子。就这样，在芈月的精心策划下，嬴稷被迎回了秦国，并且当了秦王。他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秦昭王。儿子都当上了秦王，那他的地位也就升级了。之后还让儿子封自己为宣太后。就这样，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称太后的人。芈月凭借着自己的权谋和智慧，成功地当上了太后。就这样，芈月开始了她长达41年之久的垂帘听政。听到这里，可能会有人有疑惑了，难道芈月的足智多谋就是靠母凭子贵吗？历史上母凭子贵的案例太多了，而芈月真正的高明之处，要从公元前299年说起。那一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当时的齐国、魏国、韩国为了瓜分秦国的国土，就联手进攻了秦国。因为3个国家联手，秦国明显占了下风，军队很快就攻破了幽谷关，直逼洛阳城。眼看秦国马上就要灭国了，这个时候芈月却在宫中办起了喜事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她已经放弃了？原来芈月在宫中办喜事，是因为她为儿子向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楚国求了婚，并且娶回来了一位楚国公主。就这样，楚国和秦国就成为了亲家，也就是一家人了。楚国自然是要帮助秦国的。最后在楚国士兵与秦国士兵的前后夹击下，摆脱了灭国之灾。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，芈月在危急关头临危不惧，巧借外力，成功地拯救了一个国家。虽然宣太后芈月帮助秦昭王垂帘听政了40余年，但她不像慈禧太后那样练权，她所做的一切都在为秦昭王嬴稷铺路。直到秦昭王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，她才不再留恋地退居幕后。秦昭王对母亲归还权力也是十分的感动。后来秦昭王对他的母亲也是格外的关怀。芈月与武则天、慈禧太后相比，她的不平凡之处更像是草根逆袭。芈月这一路走来磕磕碰碰，但她没有贪恋权力，并没有把儿子变成没用的傀儡国王，反而因为她的垂帘听政，成就了秦昭王。公元前265年，宣太后芈月去世，葬在了支阳骊山。秦昭王当时就用了最高级别的天子陵墓规格，将自己的母亲风风光光地下葬了。后来专家猜测，芈月墓中出土的兵马俑很有可能是秦始皇对她的恩赐，是后面被送来陪葬宣太后的。专家这样猜测也不无道理。后来他们还在陪葬芈月的兵马俑手上发现了芈字。你对历史中的芈月了解多少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